蓝若若问着战维，我去过数次望城，也曾去蓝家拜访过，不过没见着蓝家主，只看到家主夫人。蓝家主夫人长得真美，我一个女孩子看到她都会忍不住夸赞几句。许素素已经是30好几，用四舍五入法的话，她就是40岁的人了，保养的却极好，看上去像是20出头一样。战维说道：“我没有见过蓝家主夫妻俩，不过知道他们，我兄嫂和叶君伯夫妻俩私交甚密。现在他们夫妻就带着孩子来了我家里，在我们悠悠山庄做客呢。晴姐和蓝家主是龙凤胎兄妹，她当初和君伯哥也是闪婚，爱情故事跟我兄嫂有点像。当年我大哥和我大嫂闹矛盾时，他因为隐瞒身份的事找君伯哥聊过，我们两家也有生意往来。君伯哥的亲弟弟君然与我们家来往最是密切，君然娶的是我大嫂的亲表姐。总之，我们两家算是拐七拐八的亲戚吧。他兄嫂见了君然都得叫一声表姐夫。蓝家主夫人是有着倾城之姿，还是世外高人的徒弟，跟程医生是一起的。程医生是神医唯一的徒弟，也是君家的四少奶奶。我二嫂的眼睛就是程医生治好的。程医生很喜欢来我家里做客，每次都会住上几天才会回去。他以前过来是帮我二嫂治眼睛，现在就是帮我奶奶检查身体，帮我奶奶开点药调理。程医生总是说有他帮我奶奶看着，我奶奶有望能成为世纪老人的。我们全家人都很敬重程医生，神医老人家如今是真正的退隐江湖，很少有人能请得了他出山治病，都是请程医生的了。程医生愿意给奶奶调理身体，多是看在已故的费老爷爷的颜面上，也是看在晴姐与大嫂的交情上。二哥当初去风尘山庄求着程医生帮二嫂治眼睛，都被拒了数次呢，当然也是因为程医生在坐月子当中。后来程医生还是感动于二哥对二嫂的深情，以及他的执着，答应为二嫂治眼疾。出了月子后就飞来他们管城帮二嫂治眼睛，后续又帮二嫂调理身体，二哥二嫂才能生下乐乐这个可爱的孩子。程医生当初是说过的，如果二嫂没有调理好身体，难以怀孕，当妈妈的几率几乎为0的。调养了几年才有了乐乐，所以二哥和二嫂早结婚，但乐乐如今才3岁。蓝若若沉默了良久，笑道：看来啊，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的人彼此都是认识的，哪怕平时见不着面，也是知道对方的。这个圈子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有些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有些人则是知道他的事迹，听了10几年，可能都见不到对方一面。坐我的车吧，聚会结束后我送你回家。战维对他说道。蓝若若没有拒绝。战维的车子是迈巴赫，他惯常用的是一辆宝马，相较于他的迈巴赫，他的车子显得低调多了。上了车后，蓝若若忽然笑道：当初你买了这辆迈巴赫，我还讽刺你是暴发户呢，才赚了点钱就买这么好的车子，讽刺你是暴发户嘴脸。战维笑：我记得我买了大别墅，你也刺了我几句，现在想想，小丑是我自己，他是千亿豪门的少爷，买辆迈巴赫容易过吃饭，买的大别墅相对于悠悠山庄来说，却是很小很小的房子了。说实话，我在阳城买的车子和房子，都是用我在阳城赚到的钱买的，并没有动我以前的私产。长啸都身家几个亿了，他虽说一开始没有股份，但收入也不低的，后来有了股份，身家猛涨，已经成了阳城的商界新贵。买一栋几千万的别墅，买一辆豪车不在话下。他是觉得凭自己本事赚来的钱，就要好好享受一下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花的也踏踏实实的。奶奶一直教导他们做生意，就要正正当当的，赚的钱清清白白的，哪怕花的再多，也花的心安理得，不会心虚。哥几个都谨记于心的。我知道
撇开你战家七少的身份，你也有能力买房买车，我那是故意讽刺你的。毕竟当初咱俩斗得厉害，见了面，没事都要骂上你几句。战为笑，我还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们蓝氏视杨太为劲敌，激起我的斗志，说不定杨太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。那你可得好好谢谢我，我以身相许，一辈子报答你，如何？蓝若若偏头看他两眼，笑道：这个谢礼太重了，我还不敢收下，考虑考虑吧。两个人都笑。车子驶出蓝氏集团后，战维问他：明天我陪你去望城出差，可以吗？你走得开？工作那么忙，此刻你陪我去参加同学聚会，想必都堆压了很多工作的。明天你可能都要加班到深夜才能处理完工作上的事。他又不是不知道他的工作繁重，杨太现在很稳定，我就算离开几天也不会有事。再说了，我还可以远程安排工作。还有长啸被我抓回来上班了，他这个创始人当了太久的甩手掌柜，我都要眼红他的悠闲了。让他管几天公司，杨太也不会倒闭的。蓝若若笑道：我就说今天大清早的就看到了你那个无良的老板，原来是被你抓回来的呀。那倒不是，他就是过来吃瓜的，还不是和你的老同学们一样想吃咱俩的瓜。蓝若若愣了一下后随即笑：我想你那无良老板悔得肠子都青了，大清早过来吃瓜，结果被你抓住要他回来上班。他的确悠闲得很，我们都嫉妒他的好命，没有一个老板能像长啸那样悠闲的，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天塌下来都有战维这个高个子帮他撑住。他是后悔我威胁警告他一番，他就老老实实的回来上班了。他需要时间追妻的，只是让长啸偶尔回公司上班，还想怎样？又不是让长啸像他这样天天回公司当牛马。被他一番威胁警告，长啸就算再不情愿也得回来。一路上两个人聊着天，感觉很快便到了阳城大酒店。停好车后，两个人下车。战维送的那束花，蓝若若开始是抱着下了车的，走了2步后改变了主意，对战维说道：就不炫耀了，花束放回车上吧。他觉得秀恩爱死得快。战维由着他重新开了车锁，让他将那束花放回副驾驶座上。数分钟后，两个人到了班长说的那间雅间门口，一名服务员从里面出来，看到两人立即恭敬地问好。蓝若若回以微笑，算是回应了服务员的问好。走吧，我们进去。蓝若若推开了雅间的门，边进去边说道：对不起，让各位老同学久等了，我来晚了。战维跟在他的身后进去。雅间里蓝若若的老同学们，只要说好了过来的都来了，还有2个空位，那是留给蓝若若和战维的。看到蓝若若进来，大家都站起来，热情得很。班长笑道：若若，大家都知道你很忙，你能来和我们大家聚一聚，就是给我们老同学面子了。这个是实话，像蓝若若这样的大忙人，平时真的不会参加同学聚会。今晚蓝若若也是有公开她和战维关系的意思，虽然她和战维之间的问题依旧存在，不过2个人都在努力去解决了。既然郎有情妹有意，那就在一起吧。这样的话，蓝若若却没有明着和战维说，战维公开追求他才几天时间呢，总要让他再表现表现他追求他，让他知道老婆是不好追的，以后好好珍惜身边人。蓝若若和老同学们打过招呼后，便将战维介绍给大家认识。大家上下打量着战维，知道战维是杨太的老板之一，还是蓝若若生意上的死对头。但2人最近在传绯闻，说战维开始追求蓝若若。有些人认为战维这是实施美男计，可能是杨太始终不是蓝氏集团的对手吧。毕竟蓝氏集团是蓝家数代人的心血，底蕴深，财力雄厚，可不是杨太能比的。杨太虽然几年时间就成了阳城商界的新贵，
还是比不过蓝氏集团的。也有人在传蓝氏集团想收购杨泰，两家公司在洽谈收购与被收购的事。战维的真实身份知道的人暂时不多，很多人还觉得战维配不上蓝若若。他虽说是杨泰的老板了，却是打工仔出身，以他如今的身家，与蓝若若的现实差距还是很大的。战维不过就比普通男人要俊美点而已。普通打工者对于战维又是只闻其名，没有见过他本人。蓝若若的那些高中老同学，见过战维本人的自然也没有。大家今晚聚在这里，既是想和蓝若若联络一下同学感情，难得蓝若若愿意抽时间跟他们聚一聚嘛，也是想见一见战维的真人，看看他是否传言中那般俊美。战维客气地朝大家点点头，开口说道：“大家晚上好。”他声音温沉动听，在座的那些女人们在见到战维的那一刻，视线就像沾了胶水似的，落在战维的身上，一度不移不开，心里对蓝若若是羡慕嫉妒恨的。不说战维优不优秀，仅是他那高大俊美的颜值就迷死人了。若是他们还未嫁人，若是战维能喜欢他们，他们做梦都能笑死。可惜他们连做梦的资格都没有。像战维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只会喜欢和他一样优秀的蓝若若。战总真如传言般俊美，如人中龙凤呀！大家对着战维就是一顿夸赞。嫁了人的女同学带着丈夫过来的，看着体贴地帮蓝若若拉开椅子，让蓝若若先坐下的战维再看自己的丈夫，顿觉得自己的丈夫拿不出手呀。不仅是女同学，就是男同学看战维的眼神都充满了羡慕嫉妒恨。大家都是男人，战维就是比他们优秀。很多当了老板的男人渐渐就会身材发福，但战维没有，他的身材保持得很好，如同衣架子一般，穿着的西装愣是比他们穿的西装服要好看很多。那气度不凡，谈吐举止，举手投足间尽散发着一股贵气。对，他们很自然的就想到了贵气。战维绝对不是普通的打工仔，他的家庭情况应该很不错，这是大家在心里下的定论。普通家庭很难培养得出像战维这种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贵气的。谢谢大家的夸赞，我没有大家夸得那么好。战维谦虚地道。蓝若若偏头看他两眼，对老同学们说道：“他气死人的本事，大家是没有领教过。”众人都笑，知道两人最初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如今这样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在恋爱。在座的人哪怕有人没有结婚，却是恋爱过的，有经验。他们看得出来，战维对蓝若若是真心的。战维对蓝若若的照顾体贴，那是光明正大的，很自然流露出来的，并非是刻意装出来的。他看蓝若若的眼神温柔的可以滴出水来，对大家说话他客气疏离，对蓝若若说话那是温柔宠溺，这种宠溺是装不出来的。大家说说笑笑，蓝若若和他们是同学，聊聊高中的事还是能聊得来的。战维就聊不来了，他便默默地给蓝若若夹菜，不知道吃了多久。战维歉意地对大家说道：“失陪一下，我去一趟洗手间。”等战维走开后，有老同学问蓝若若：“若若，听说你们蓝氏集团想收购杨泰，是真的吗？”战总是在施展美男计，还是另有企图？虽然我们很少聚会，不过大家都在阳城生活。你和战总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阳城就没有人不知道的。他们自然也知道，不过他们都是听公司的领导闲聊时说的，或者是同事们说的。是呀，若若，你可得防着点，别被他算计了。大家都提醒蓝若若别被战维算计了。就是3个月前，你们都还斗鸡眼似的，恨不得你死我活，这才过了多久呀？忽然就传出来他要追求你，你们俩相处的也像一对恋人。但是战维这个人一看就不简单，可能城府太深，我们看不出来，